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上有此纹必定能成富太太。人的一生是很难抓，摸不透，很多人一生下来就是富贵命，家里就是衣食无忧，有些人就是劳苦命，一辈子只能在贫穷中度过。但是有些人却能挣脱劳苦命运，除了他们的努力外，有些人却还靠一丝气运。命运这一说有时候很缥缈，有时候也能够猜测。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气运呢？看手相就知道了。而在女性中有这几种手相十有九富，具体特征是什么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女人富贵手相。一、财运现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能够挣得盆满钵满。二、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的上升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的有钱。三、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坐拥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的滋润，令人羡慕。四、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得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的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得前沿的商业资讯。而且他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五、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而色泽又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有收益，大吉大利。六、掌厚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的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七、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的话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是女人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八、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够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比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
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的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1等1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能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也能够很快的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掌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够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的幸运。2.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 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他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有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的广，工资收入非常的稳定，丈夫每个月也都会上交工资，他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3. 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4. 星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球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可享子女之福。5. 黑子纹。当你的手心有黑子纹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会因此大发其财。小酱汁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子纹须正好在拳头内。6. 公印纹。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合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者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7. 玉桂纹。玉桂纹起于前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等，必定发财无疑。8. 祖臂纹。祖臂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的。这类丑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9. 井字纹。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出现井字纹、十字纹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获利巨大的财富。10. 田字纹。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口字纹等之类的，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于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
矿业等行业，而口字文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11. 豪宅文。豪宅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文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经营集团公司等等，手有此特征最容易暴富。偏财运是指在人生当中会有意想不到的财富，通俗来讲就是发横财。有些人努力工作还是赚不到钱，有些人突然一夜暴富，或者是中彩票，这就是有无偏财运的区别。那么在相学中，什么样的手属于偏财运旺盛的手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其人本身就不喜欢受到约束和束缚，不过做事比较勤劳，思维缜密，善于细微思考，因此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聪明才智，将会有所成就，财运自然也旺，正财好带动了偏财。2. 生命线与智慧线的起点有上升线，日后将会发财，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将能够发大财。这种人多半是出现各种机遇而突然发财。生命线和聪明线出发点有回升线的人将会发财，或许是奇迹线呈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将能发大财。这类人多数是呈现个例机遇而忽然发财。3. 手中的事业线超过感情线。事业线是中指下方的一条竖线，长度会因人而异，大多数人的事业线往往止于感情线，但也有一些人手中的事业线长度非常的长，超过感情线之后，甚至有与生命线相连的状况。相学中认为，当事业线长度超过了感情线之后，其人在投资领域所能够拥有的运势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即便是选择一些高风险的项目，也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成果。当然，事业线较长也意味着命主在工作、投资方面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虽说这一手相是好运的象征，但结果终究还是得看命主自身的努力。4. 大拇指下方掌丘隆起且饱满。位于大拇指下方的掌丘就是手相中的金星球，而之所以说这个位置丰满多肉，意味着其人拥有出色的偏财运，能够依靠投资理财等方式为自己赚取财富，是因为金星丘在相学中被称为田宅宫，代表的是命主所拥有的房产、田地以及物业，故而这个位置若是隆起的话，意味着其人有出色的固定资产，有着投资理财的相关资本。只要是他们能够具备相应的才华，那么便可以凭借机遇和运势来为自己带来财富。5. 手上多条竖直的财运线。因此对于这种朋友，可以在发展正财的同时兼顾偏财运，这样自己的财富才可以达到齐头并进的双丰收。如果是个普通人，但是你懂得抓住机遇，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儿，你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时候。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句话：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成功的。6. 手掌三丘饱满。手掌三丘在哪里呢？是指手掌靠近手指的位置，通常有3个小的山谷状，它们分别从中国的掌纹学上称之为离丘、巽丘和坤丘。因此，如果一个人的3座山丘是饱满的和红色的，它象征着这个人的财富比较理想。不仅是因为正财运的上升，同时偏财运也是稳中带升的状态，遇到的机会和好运都比其他人强。因此对于这样的朋友，他们既可以考虑积极的财富，也可以考虑偏财运，使他们的财富能够实现双收。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但你知道如何抓住机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会取得成功。这就是古人常说的3分天注定，7分靠努力。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能够坚定地定下目标，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成功的。7. 有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治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通常帮人家家里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8. 食指根部饱满。
人的手掌中，除了钱财纹生长的部位，还有一个地方也代表了财富，那就是食指的根部，也叫做木星丘。若食指根部饱满、红润亮，说明此人有着很好的偏财运，即使不用努力工作，也能够发大财。9. 双鱼纹。双鱼纹比较罕见，所以听说过的人少之又少。双鱼纹只位于大拇指下方，有小细纹形成鱼的形状，故取名为双鱼纹。有此手相特征者，属于天生的偏财运旺盛，一生大吉大利，注定不平凡。这类人做事不骄不躁，成熟稳重，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老板强势。这类人适合创业，容易发家致富。10. 智慧线末端分叉。大家都知道，智慧线是人体手掌的3大主线，代表人的智慧，但对于人的事业和财富也会有所影响。一般来讲，不管是哪条线分叉则不吉利，到智慧线例外。说智慧线末端分叉出现向上的分支，说明此人钱财运旺盛。这类人通常头脑发达，懂得理财之道，能够从中获得巨额财富，一辈子荣华富贵。11. 断掌。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大家知道，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那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横贯于手掌中，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的断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12. 金星掌。金星掌，天地人3纹深刻有力，清晰不杂乱，手上的皮肤厚实，不细腻白嫩，不单薄。拥有金星掌的人本身性格就会比较的脚踏实地，如果再加上掌心天地人3纹清晰而深刻，纹路有力不杂乱，无倒纹，掌上皮肤厚实不单薄，看起来也不够白嫩细腻，这样的人往往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的走向成功，财运自然就会好。13. 财运线明显。我们手的无名指对着一条竖线就是财运线，有的人长且细，有的人短且粗。一般财位线暗示你的赚钱能力和人际关系。拥有比较粗的财运线，并且自己手掌颜色红润、软绵且丰厚的人，财运会很好，不仅事业成功，获得金钱的能力也是很强。14. 手掌厚实。在手相学中，手掌厚实的人通常财运很好，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而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女性朋友有这样的手型，即便看起来不是很好看，但她们大多数都是秀外慧中的女强人。同时，这不仅代表她们的能力很强，也代表她们能够很好的巩固住自己的钱财，以此带动自身事业的发展。15. 手掌凹陷。如果在平摊手掌的情况下，手掌中心的位置有点凹陷，说明这个人会是大富大贵的人。如果把手掌看作是聚宝盆，那么掌心的位置就是聚宝盆的盘底，手心凹陷越深，说明能够聚更多的钱财。通常来说，手心很深的人不仅能够赚钱，还懂得积累财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上想要的生活。16. 手掌红润。手掌红润的人是有福气的手相，因此财运也不会差。拥有这种手相的朋友，通常都是被幸运笼罩着，平时就算没有付出太多努力，也能够得到很可观的回报，因此也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好像他什么都没做，怎么就赚得盆满钵满的印象。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的手掌苍白僵硬，那么可能会一生劳碌，生活拮据。今日为大家介绍的话题为偏财运旺盛的手相特征。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很多时候因为一点点运气就决定了你的成败。偏财运旺盛的人通常会比一般人运气更好，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会起到推动作用。你们有这样的手相特征吗？8种富贵男人手相，生活富足，能享福。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同样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男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爱的人过上好的生活，但我们清楚，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个目标。
有些人的财运好，与别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却能够获得很可观的回报。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男人的手相属于富贵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中指比较长。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二、手指并齐没有缝。除了大拇指以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如果中间没有缝隙，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人有较强的存钱能力，不管男女，他们都特别的擅长理财，也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三、手掌厚实且有弹性。如果一个男人的手掌厚实并且具有弹性，那么就说明他的财运比较好，同时他们又比较聪明，积极努力求上进的男人财运较好，做任何事情都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无论成就大与小，他们都是有成就的。所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是大富大贵型的，做生意很容易成功，所以一生都不会愁吃穿，自己有赚钱的本能，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因此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四、掌红如血色。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一生荣华富贵。不过要注意，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的人才是命好之人，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何，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如果你掌红如血色，但是命却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五、掌中有黑痣。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会受很多苦，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且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加薪，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六、手指如竹笋。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好似竹笋，整体修长，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这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名门，从小富贵双全，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一生富贵双全。七、断掌。断掌手相不多见，每100人不及10人，其中西方少见，东方人略多。这样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大富大贵的可能性也比别人大。八、事业线出色。事业线是手相中的3大主线之一，与一个人的财富有着很大的关系。事业线连贯，没有断线为佳。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他们的事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除此之外，若事业线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则代表此人事业类型较多，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在事业上会有不俗的发展，从而带动自己的财运。九、川字形手相。这种手相是因为手掌中3大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现象。拥有川字形手相的男人，他们的事业心很重，而且悟性还非常的高。这样的男人，他们在事业上比一般人容易获得成功。我们要知道，事业与财运是成正比的，事业得到上升，他们的财运自然也会好起来。此时可以利用双雄催财、吊坠巩固个人财运，好的财运也能够进一步带动事业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0. 手中钱财纹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以纹路多且深为最佳。这种手相的人，他们的财运比较旺，一生不用为了缺钱发愁。如果是钱财纹深长，再搭配有财库的情况，说明此人存大财，不仅赚钱能力强，更注重的是守得住财。总而言之，男人手中钱财纹多，经过不断的努力，容易成为有钱人。11. 太阳丘隆起。
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能力，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够存得住钱，一定不为钱财所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2. 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是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成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你可能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得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13.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的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财运好，大富大贵。14. 智慧线分叉向上。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善于理论性的思考，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与，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将钱的效用做到最有效的发挥，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是赚钱能手的类型。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象，不止在本行，连在投机事业，譬如不动产和彩券上都可以捞一笔。不过你在金钱上的使用比较的节俭，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者铁公鸡，益财而非为财所益，反倒是可以送你的一句话。15. M 字形手相。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的手相。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有大富翁潜力的掌纹。因此，若是有这种手相，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表示不够努力或者方向错误。所以，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方向，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16.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17. 太阳线漂亮且有支线往小指方向延伸。太阳线是朝无名指下方延伸的掌线，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缘、名誉以及成功。所以太阳线漂亮表示人缘佳，做事容易成功。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理财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所以变身成为大富翁的几率非常的高。18.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以上这18种富贵手相的男人，今生是不用为钱财担忧的。平日里如果能够多做一些慈善捐助、捐资助学的话，那么自身的运势会越来越好。手上三角纹、星纹的命运吉凶。我们手掌中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纹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纹路中呢，除了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事业线和婚姻线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纹路能够预示一个人的命运吉凶，比如说呀，三角纹、星纹等等。但是这些纹路的位置不同，所代表的命运含义呢也不相同。有的人不清楚，认为只要手上出现三角纹或者星纹就一定会好命。其实这种认知呢是错误的。若这两种纹路出现在不吉利的位置，很有可能为我们招来厄运。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其中含义呢，小酱汁老师今天特意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两种纹路的吉凶含义，大家可以参考了解一下。
首先呢，先为大家分享一下三角纹。什么是三角纹？三角纹呢，也是人们手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杂纹。当三角纹的形状校正而且比较清晰时，大都属于吉利的象征。手掌不同位置有三角纹，命运如何？手掌纹位于食指下方，代表其人气质出众，有才干，做事严谨，有很好的毅力，抗压性强，通常能够事业有成，不会被埋没。三角纹位于中指下方，代表其人中年以后来事业有成，理想抱负得以实现。三角纹位于无名指下方，代表其人多才多艺，学习能力强，气质超群，才艺出众，此生能有一番作为。三角纹位于小指下方，是事业成功、获得钱财的迹象，其人聪颖过人，有经营管理的才干，可以往商业发展，必定可以有所成就。三角纹位于掌心，假如手掌心处出现形状正而且大的三角纹，是大吉大利的手相，预示其人不仅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财运也很旺盛，而且会声名远播，很有可能会成为领导级的人物。此外呀，有此手相者不论男女都能够找到一位条件不错的配偶。不过三角纹唯独不宜出现在坎宫，会受到刑克而孤寡。三角纹位于婚姻或者感情线上，如果三角形出现在婚姻或者感情线上，代表其人会因为婚姻或者感情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者财产。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会增强人的智慧，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其人具有很好的辩才。三角纹位于生命线上，这种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三角纹压在生命线上，表示其人生命力比一般人强，而且为人处事圆滑，有贵人相助，极受老板和同事欣赏。当官、从商或者自己创业都会有不错的发展，而且事业成就很大，是享福之人。如果尾端出现三角纹呢，表示到了晚年颇受人敬佩。另一种情况呀，就是三角纹紧贴着生命线旁边，表示其人内脏部分有隐疾，如心脏、肝脏、胃等脏器出现问题，应该提高警觉，及早防御。假如出现不适呀，要尽快出医院检查。三角纹位于手腕上，手腕线上出现三角纹也是一种吉利的象征。如果在手腕线中间出现三角纹，表示此人具有天赋吉运，有很好的偏财运，有可能会继承祖辈遗产，或者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居显要之职。假如手腕线上有其他的线所围成的正三角形，并非三角纹，也预示着其人头脑聪明，在某方面具备特殊的能力，并因此获得巨大财富。说了这么多三角纹的内容，大家是不是都听乏味了？接下来啊，小酱汁老师给大家换一道菜，为大家讲解一下星纹。什么是星纹？所谓的星纹啊，就是手掌上3条或者3条以上的短线交叉而成的纹路，看起来像个星星，所以叫做星纹。手上不同位置有星纹的命运如何？星纹的吉凶根据其出现在手掌上的部位而有所不同，有的吉，有的凶，但大多都是寓意吉祥的。一起来看看星纹在手掌中不同部位出现时有什么预示。星纹出现在食指根部，木星丘。星纹位于食指下方，是一个最吉利的部位，预示其人聪明灵敏，理解力佳，能举一反三，有领导和管理天分。经过努力成功与金钱会一起到来，还会获得很高的名望，婚姻生活也很顺遂。星纹越大，代表吉祥度也就越高。星纹出现在中指根部，土星丘。土星丘通常是事业的终点，当出现星纹时呢，预示其人在事业上有吉星高照，会取得较高成就。假如星纹出现在事业线的顶端，看上去就好像是事业线上分出的支线，则代表其人会在多方面获得大成。当然，在土星丘上出现星纹的话，也代表其人比较自我，不太会为人处事，身边知心的朋友不多，晚年比较容易孤独。
3. 星纹出现在无名指根部太阳丘。太阳丘上出现星纹的话，是才华卓越的表现，代表其人有特殊的天赋，而且常遇意外之机会，从而赚取大量财富。假如太阳丘处的星纹与婚姻线有连结的话，表示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如果太阳丘处的星纹与太阳线而有连接的话，则表示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和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赚取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得住，要看事前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得如何。4. 星纹出现在小指根部水星丘。水星丘掌管财运，假如此处出现星纹的话，通常表示其人思路清晰，条理分明，逻辑观念强，口齿清晰，口才佳，有不错的财运，桃花也比较旺。5. 星纹出现在掌心。掌心处出现星纹时是不祥的征兆，预示其人运途不顺，任性鲁莽，容易因冲动而导致失败。如果能够知错能改，尚有补救之道。6. 星纹出现在太阳线上。星纹出现在太阳线两端时，表示其人会有特殊的好运，可能会有意外之财，并且这笔意外之财能够带来幸福。星纹位于太阳线中间位置的人运势极佳，经常能够得到贵人相助，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呢，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如果配合不错的事业线的话，还有可能成为享有盛誉的社会名流或者成功人士。7. 星纹出现在感情线上。感情线上出现星纹，意味着突发的疾病或者事故，或者意外伤害等情况，同时还表示其人会因为那样的因素而与配偶和恋人分离。8. 星纹出现在智慧线上。假如星纹出现在智慧线上，是一种凶兆，预示其人可能会出现伤害、疾病或者事业不顺等麻烦，尤其要注意避开头部伤害或者疾病，有时呢也会因为出现偏头痛或者头痛的症状。假如星纹出现在智慧线附近，则表示其人头脑聪明灵活，有智慧，思维反应快，应变能力强。9. 星纹出现在事业线上。事业线上出现星纹，表示其人命运有变化，甚至会发生灾祸，遭遇不测，或者幼年时父母不幸。假如星纹出现在事业线附近的话，则表示其人事业有成，擅长管理和有领导的才能。10. 星纹出现在生命线上。生命线上出现的星纹，预示其人身体要出现状况，应该多加注意，及时防御。假如生命线中断且中断处出现星纹，预示其人将突发重病，一定要特别小心。11. 星纹出现在太阴丘。太阴丘也叫月丘，位于手掌的左下方，上出现的星纹称为华盖纹，它代表才华与天赋，其人悟性很高，极聪慧，具有极高的文艺或者技术天赋，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而且有较高的水平和造诣，会在某些领域独领风骚，或者会掌握一门或者几门专业技艺。一些文艺、学术或者技术界的人士多具此纹。一个人的命运好坏与手掌上的纹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纹路也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好不好，那就赶快结合小酱汁今天所讲的内容，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这财运亨通，走大运。手掌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代表着你的财运趋势。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种手相中的富贵纹路特征，接下来具体为大家讲一下。祖臂纹位于月丘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直性子的人，而且非常重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得家人和挚友的信赖。最重要的是容易得长辈大人的庇佑，继承祖业而发财。也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富二代。成功线清晰深长，在手相中，成功线又被称之为太阳线，从手腕处一直向上延伸到无名指的根部，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大小等。若是此条线清晰深长，则这样的人必定会拥有不少的财富，头脑聪明灵活，有贵人相助，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要能够抓住良机，注定能够大富大贵，
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才能，非常有可能成为富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经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一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手掌有痣的人一般属于吉祥的痣，代表智且富裕，人也聪明伶俐，有主见和远见，善于谋略和规划。这类人最适合做生意或者投资，对外开发财源，能发展财富和事业，会财力亨通。玉桂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前弓处，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说明你在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帮扶，尤其是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行业，必定发财无疑。在手掌中的财库，就是指手中的生命线与感情线互相交错形成的四边形与三角形样式的密闭的空间。财库越大，则代表此人拥有财富的能力也会越大，而且注定会成为有钱人。但是此处的四边形若是有缝隙，或者是开口，则这样的人天生不聚财，容易散财，有家业也存不住。星形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水星丘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头脑聪明，综合能力佳，能举一反三，而且也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同时也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手握八方财，财运好能赚钱的5种手相，看看你占几种。生活在这个物质的社会中，金钱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们辛勤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想要赚大钱，不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好运气。从手相上来看，手相也可以预示一个人的财运、事业运等等。那么，哪些手相的人能赚钱发财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手相图解大全，来分析哪些手相的人能赚大钱。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手心凹陷而不突突，把手掌摊平，手心处比较凹陷，意味着自己能聚财，有强的聚财能力，家中的财富逐步变得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成了富有之人。如果手心突突，则多开支，在生活中容易铺张浪费，所以手心凹陷而不突突的人容易理财有方。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手掌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数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着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太阳线清晰深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生得清晰深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丘或者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五指看命运，你的财神原来在这儿，超级准。摊开自己的手掌，每个手指各不相同，预示着财运也各有玄机。也许你的手指上就有财神哦，虽不能日进斗金，却也可以教你理财一二。下面从手相方面解析，5只手指算命，看你财运如何。拇指，拥有厚实拇指的人，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夸大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相反，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假如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则会有过于谨慎守旧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出现。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企图心。食指过长，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有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中指是5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中指假如生得过短，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
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上，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假如能获利，纯属幸运；要是全盘皆输，将会从此一蹶不振。无名指，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5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同意的。无名指长的人好赌，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由于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小指，小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语言表达能力极佳，而且喜欢言谈，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工于心计，所以固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也不见得好。我们有些人的手相纹路不是一条线的形状，而是2条弧状的纹路连接在一起，就像眼睛一样。比如说夫子眼，有夫子眼的人财运很好，天生就是有福之人。如果是在夫子眼的下方出现了一条横着纹路，这是好财运的象征，更是十足的好命。这条纹路就是藏宝纹。有藏宝纹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以在有财的基础上大大提升，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钱而发愁，并且3宫饱满。这个人一定是财富不断的，到中年以后必定事业有成，注定成为富甲一方，上亿的资产不是问题。因为藏宝纹特别罕见，除了藏宝纹外，下面这些纹路的出现也注定使你富贵缠身。一起了解一下吧。1. 无名指上贵人纹。无名指第1指节上靠近指节线之处，要是有一条清晰的横向短纹，即为贵人纹。无名指上有此纹路，代表脾气极好，善解人意，人缘极好，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一生贵人运旺盛，走个横财大运很容易，最重要是成功在望。2. 艮宫贵人线。除了手指上有贵人纹，手掌上也有，并且贵人运更胜一筹。手掌上的贵人线位于艮宫，即生命线附近，呈弧形。手相此纹大吉大利，今生贵人运真是爆棚了，遇事皆有人帮助解决，处处逢凶化吉，事业和生活都是顺顺利利，富贵逼人来。3. 玉桂纹。玉桂纹乃是由前宫出发，斜向上升，后与事业线相遇而终止的手纹。玉桂纹暗示事业上遇到贵人辅助，事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财气逼人来，最容易取得成功。4. 断掌纹。古相书上说，男儿断掌千千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就是说明男人断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价值千金。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断掌，
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如果两只手都是断掌，则更是难得。一、掌丘凸起的人，就是指手心中有着明显凸起的位置，一般是位于手指根部下方，分为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等。不同掌丘所代表的手相含义不同，但大多数都和个人有着密切关系。像是手中的金星丘和水星丘，都和个人财运有关。如果这两个掌丘位置有着明显凸起的话，便意味着其人在获得偏财方面不仅机会多，而且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的。二、掌心凹陷的人，如果手掌掌心有着明显的内凹特征的话，那么这类人获得横财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原因在于，这种内凹的掌心从外形上来看，就如同盆地一般，被称之为聚宝盆，也叫做聚财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聚财通常都比一般人要快。三、财运线多条的人，对于财运线而言，往往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对于偏财运而言，也要观察财运线的手纹状况。对于财运线的位置而言，时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出现了竖向的手纹，可以称之为财运线。因此，倘若大家发现在自己的手掌上出现了多条竖直的财运线，则往往象征一个人的财富收获不仅依靠正财，同时也依靠偏财，是具有偏财命潜质的手纹特征。对于有这个特征的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适当投资一些与偏财有关的项目，这样便会促进自身财运的发展的。人们一直认为，看相只是用来看命运的，其实看相主要是来策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提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才能做好预防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提示大家，在成功的时候需要想着会失败的，因为乐极生悲；在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想着如何的进步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的，更需要有勇气来面对的，接受挑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所以，看相的意义在于提前知道，提前预防，提前做好准备，避开人生不必要的挫折，少走人生的冤枉路。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富贵，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了就一定能够富贵，这里面还有命运和风水的影响。这一生有没有财运，财运多大，就手中有无这两条纹，有一条都不行。一、中指比较长。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是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二、手指并齐，没有缝。除了大拇指以外，
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如果中间没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人有强的存钱能力。不管男女，他们都特别擅长理财，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3. 钱财文多。钱财文也称为理财文，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你与商界大佬只差这一文，大千世界千千万万人，好运之人其实是很少的。看现在的贫富差距就能知道。但是现在并不代表将来，毕竟中年晚年发家之人也不在少数。那么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好命之人呢？除了看自己有没有好的八字，还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是不是有这个掌纹，它就是比较少见的富贵掌纹，宝运纹。什么是宝运纹？在手掌中看起来像月晕的螺旋纹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因此这个掌纹主要代表金银得财。有这个掌纹的人，其财富就会像螺旋一样，一圈又一圈，源源不断。2. 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非富即贵。宝运纹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很多人都没有。但是，假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大多能够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往往可以逢凶化吉，生活上也能家运亨通。如果为环形宝运纹，就是可封侯拜相之命；如果是铜钱状宝运纹，则家中有食有财，吃穿不愁。通常有这样掌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多，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3. 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有宝运纹的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很容易有大成就，特别是在商界，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往往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着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4.
女生有宝运纹不利于婚姻，因为宝运纹利于事业，所以假如女人拥有宝运纹，其实就病急论，因为它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其实这点在生活中就有体现。一般女人事业好的人，除非男人事业更好，否则女性能力高于男性，很容易引发婚姻矛盾。虽然拥有此纹大多是好命，但是命运绝对不是一条好线就能悠着点，要综合其他掌纹观看。但是好掌纹仍旧是好运的象征，有了好的手纹，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相伴。好的线条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努力善用先天优势才是最好的做法。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发现并证实，人的掌纹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掌纹，这一点有一些像相由心生，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一生事业财运旺。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手上有3条线：生命线、智慧线、爱情线。很多人也会偶尔拿这个开玩笑说自己的命运，但其实看手相真的能窥探到一个人的性格命途。若你拥有这几种罕见的手相，就有大福气了。1. 双重智慧线。智慧线是每个人都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只有1条智慧线，但若是出现2条智慧线，就是十分罕见的手相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聪慧过人，学习能力强，因此事业运较旺。若是男性拥有双重智慧线，事业上会有大成就。不仅如此，在婚姻上也会有贤良的妻子相伴。若是女性拥有，也是一样的。2. 魅力线。魅力线又叫领导线，它是在手掌的大拇指下方向手腕衍生的2条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天生就拥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和主导魅力，拥有很强的责任心，很会照顾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这种线的人一般都很可靠，是结婚对象的佳选。要是遇到了，最好不要错过哟。3. 贵人线。贵人线顾名思义，就是指有贵人相助。贵人线是在生命线的旁边，有3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有贵人相助，遇到困难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很好的得到解决，可以说是那种运气好到爆的人。而拥有这个线的人会遇到好姻缘，家庭美满幸福。4. 断掌纹。我们经常听说有断掌的人打人很疼，
似乎断掌也挺常见的，但实际上拥有断掌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谓的断掌纹，就是手掌上只有一条很明显的手纹，横穿整个手掌。拥有这种断掌的人，性格上直来直往，做事不够圆滑，人员交往上有欠缺。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好的事业运，而其中若是断掌纹和玉柱呈十字交叉的形状纹路，则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命。5. 川字纹。川字纹也就是指我们常说的手掌之中的智慧线、生命线、爱情线，这3条线完全不相交，而呈现出川字的形态。拥有这种罕见手相的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工作狂，性格上独立自主，动手能力强，聪明睿智，可以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6. 凤眼纹。凤眼纹就是手的拇指关节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完整的椭圆，没有断开的地方，看着像凤眼一样。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读书，头脑清晰，理解能力较强。这种手相十分难能可贵。拥有这种手相的人福运非常好，能逢凶化吉，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婚姻幸福，财富运强，是极为有福的手相之一。7. 手掌凹陷。把手掌摊平，若你的手掌平摊后中心凹陷，倒水还可以留有一点水在手心，那这就是掌心存水，水对应财位。也就是说，拥有这种手型的人十分聚财，福气很好，是大富大贵的命哦。8. 手掌肉厚。其实不管从手相还是面相来说，薄都不算是有福之相，厚则与之相反。如果你的手掌十分的厚，肉感很强，摸起来比较柔软，那么恭喜你，这是有福之相，说明你的福气很好，财运绵绵。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比较宽厚温和，如果足够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一生富贵。9. 食指无名指一样长。一般情况下，人的5根手指头是明显长短不一的。若5指之中食指和中指一样长，就是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了。这样的人极具聪明才智，也有足够的发展机遇，而且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很好的把握机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事业，并且积累无数财富，成为富贵非凡之人。你中了几种呢？如果想了解更多手相知识，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今天就讲述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有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下期再见。